来，今天咱们再来开一个豆芽的小玩具，也是之前在发条动态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哪吒二特别的好看，当时顺便给孩子买了一个这样的爆米花桶，结果大家都在问我这个礼盒里边究竟是啥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爆米花桶，79块钱的一个观影套餐，一杯可乐，一个爆米花，然后加一个这样的桶，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啊，外包装也很有意思，这边画面里边也是这一次哪吒二里边的一些主要的元素吧，尤其啊，大家注意这一块儿，哎，在这个尿尿的地方，嘿嘿，这里就不剧透了，大家到时候看吧。反正这部片子看完了以后，笑点是真的很密集。那我们也是来开看一下吧。打开包装，里边就是这样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万达这些爆米花桶做的其实还都挺有个性的。而且其实飞猪的这个造型也相当可爱，去玉虚宫考试的时候跟太乙真人一路吃的那种感觉啊，笑嘻嘻的哪吒。可惜啊，这个哪吒的造型我觉得表情并不太像，就感觉太可爱了一点啊。其实豆芽还挺前气的，用他的话说就是，你看这个哪吒的脚趾头。都是一片儿，那角豆的一个一个的没分叉。但其他方面啊，涂装造型什么的还可以啊。小猪尾巴这个地方软的，耳朵这些地方也都不能动。但是摆在这里，哎，憨憨的还挺好。你还别说，这个猪的造型长得似乎跟太乙真人还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。从这个地方打开，里边就可以装爆米花了。其实这个东西用来装爆米花还挺不方便的。掏起来大人会很卡手，小孩抱不动。就是买回来以后，我想着给他存点小零花钱了，放点小玩具了什么的，也挺可爱的，摆在家里边也算一个不错的摆件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玩意儿啊。其实万达里边还卖了其他的一些周边，比如说可乐杯啦，还有哪吒的那个发卡，头上这两个小揪揪。顺道吧，咱们也是聊一聊非剧透向的一个观影体验吧。我觉得哪吒二的各方面素质都是出奇的高的，尤其啊，你在进电影院第一刻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他还在播广告的阶段，就能看到这一次的制作用心程度。前边的广告都很有意思，就是跟哪吒元素相关的一些广告，尤其某个牛奶的广告啊，孩子都以为那个都已经是正片开始了，其实他对广告这个概念可能还不太理解吧，但是也看得津津有味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用心的表现，在制作水准上边还有画面的表现力，自然有一个质的提升啊。而且建模的精度还有一些细节的修改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在特效方面，尤其最后大战的场景，真的是可以说让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完了之后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，太密了，太多了，就感觉两窝哇，就那种打仗的感觉，哇，特别推荐大家在大屏幕一点的厅里边啊看3D 版，哇，那个场面会非常的震撼。这部哪吒二也是豆芽第一次戴3D 眼镜观看啊，就小孩子第一次感受这种东西会特别的新奇，而且。当时飞过来飞过去，感觉跟我说爸爸，他就在我的眼前飞，特别的激动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。但确实到了殷夫人去世的时候啊，哎呀，为人父母尤其啊，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，真的会绷不住泪。再有就是，我觉得这一次在剧情和人物塑造方面，我都觉得起码每一个人物塑造的更丰满、更立体了，而且人设没有一个崩塌掉的。这里边我尤其喜欢的就是对于申公豹的一个塑造。其实说起来，咱们看小时候《封神演义》啊、评书啊，或者说小说里边写的申公豹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，但是小说这里边就没有描写他为什么坏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他只是单纯的去坏。而在哪吒二里边，他把申公豹所有的动机都给你写得很明确，就像第一部说的，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在第二部里边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。还有在玉虚宫里边，捕妖队当年带头的是申公豹，以及后续一些剧情里边的反转啦、人物角色的转换之中，你就能感受到，或者说剧情里边并没有演示出来的那些地方，你能猜测申公豹在当年捕妖队里边经历了什么，还有他在玉虚宫修炼的时候经历了什么，最后从妖族转换成仙人的这个过程，他又经历了多少东西，而最后他所想要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做坏人？
哪吒宇宙里边给我的感觉就是啊，这些反派并不是单纯的坏，只是他们每个人的动机不同。他不会贴那些有色的标签，说黑的就是黑的，说白的就是白的，而是根据每个角色的价值观、经历的事情的不同，所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尤其我觉得哪吒宇宙里边其实野心还是比较大的，甚至到后边龙族镇压妖族用的那个锁链。它中间插的那个东西，最后飘上水面的时候啊，你会想到这个妥妥的就是定海神针。后续会不会出来孙悟空，这个不好说，但是金箍棒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。看第一部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反应过来，我当时觉得就是啊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盘龙柱嘛。但是到了最后，所有的妖族一起往上推，完全把这根柱子拔出来的时候，又把外边的那层石头皮炼掉了之后，中间一根大铁棍子啊，这个时候就要想起来，将来以后如果说再拍第3部的话，会不会有其他的角色融入进来？又或者说哪吒宇宙会不会有其他联动的 IP？比如说杨戬，比如说孙悟空，先起码把这3大反骨仔拍完了以后，再串一个大闹天宫的什么什么的剧情再出来，我觉得也是就像漫威宇宙那个样子去铺一个很大的篇幅，想想也是非常带感的。而且在第2部里边有很多致敬第1部的一些桥段。第1部的最后大战，申公豹和敖丙在同一阵营，然后哪吒就开阴了，在雾气里边戳屁股。那第2部里边呢，也会有同样的动作，同样的桥段。哪吒22个半小时的片长，在这短短的2个半小时的时间内，你会经历的心情波动是十分复杂的，各种笑点的密集让你开怀的大笑，然后突然之间让你冷静下来，出现一些触动你心弦的感动之后，当你正想要哭的时候，又突然燃了起来的那种心情此起彼伏。可以说2个半小时，短短一瞬间，眨眼就看完了，真的是没看够。其实如果你家的孩子稍微大一点能看懂的话，我强烈建议家长们带着孩子去看。他在里边其实描绘的不光是哪吒这么一个成长的历程，内在表现的其实是很多中式温婉的亲情元素。他不会说我把爱挂在嘴边，我在孩子身边不停的说啊我爱你啊，我关心你啊，怎么样。家长们只会默默的付出，虽然嘴上说着最狠的话，但心里边永远是最疼孩子的那个人。尤其哪吒的考试中要去大战申公豹父亲的时候，申公豹父亲又飞在天上，突然看见捕妖队的旗号的时候，瞬间降下来，不打了，然后自断一臂，为的是自己孩子的前程考虑。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妖族修炼到神仙，这个过程要比平常的人类付出更多的艰辛，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，不能说因为捕妖队要来抓我这个妖王而葬送了孩子的前程。以及最后武王伐纣封神大业中，申公豹为什么不断的去阻碍，不断的做坏事，这些东西都解释了一个很好的动机。所以我说哪吒第1部是一个非常好的神作，它开了一个特别棒的头，而第2部超越了前作，又能在原作的基础之上做出来更多的创新也好，更多的精进化也好，丰富的剧情，丰满的人设，都是第2部最棒的体现。抛开所有的画面，所有的技术层面的原因，光这个剧本，光这些人物的台词编排设计，我就觉得完全值得你花钱去电影院感受一把。所以也是在评论区和朋友们聊天啊，我觉得哪吒2真的可以和《流浪地球2》放在同一桌上边。当时人们就评价《流浪地球1》踢开了中国科幻的大门，而《流浪地球2》坐着太空电梯直接把它推上了云端。哪吒也是一样，哪吒第1部开辟的是中国动画电影封神宇宙的一个大门，而第2部的观后感又让人感觉中国神话宇宙这么好的故事，这么多的元素，可以拍的内容太多了，用全新的技术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，带给你是无限的欢乐与惊喜，而不是说看4个小时的春晚我一点都没乐出来，结果在年初1让一部哪吒把我逗得开心到前仰后合，这就足够了。也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解读挺有意思啊，哪吒走进玉虚宫的时候会说哇好白，哇好白，这也好白，那儿也好白。好白的这个玉虚宫代表的是什么？玉虚宫的八卦阵的形状
尤其从鸟瞰的那种俯视状态下，你又会想起什么？玉虚宫的令牌，那只鹰头上有个圈儿，非常的像哪国的国徽来着，就想不起来。而后面玉虚宫斩妖队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游历各地去斩杀他们所认为的妖族，所认为的坏蛋，而最后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什么？这个隐喻似乎又那么的明显，所以呢，还是尽量的少剧透吧。如果你想打算看这部电影，或者说二刷、三刷回味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再看一看。最后来说说玩具吧，孩子尤其看完了哪吒之后啊，回来让我到那个小超市里边给他买了好多这样的 3D 打印龙，各种颜色的都有。就是为了跟他的小哪吒这样搭配起来玩。在豆芽以前的认知里边，龙这个概念就是各种各样的恐龙，各种的颜色，而且哪只恐龙叫什么名字，生活在什么时代，体长多少，重多少吨，它都如数家珍。而看完哪吒2之后，他第一次对自己文化中的这种龙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。孩子问我这种龙叫什么，我会很自豪地告诉他，这个叫做东方神龙。敖光是这种龙，敖丙也是这种龙，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龙，并且孩子还会特别自信地跟我说，哇，原来我们中国的东方神龙才是最帅的。突然之间吧，心里边那种文化自豪感就油然而生。所以我觉得尤其小孩子在接触认知的阶段，能有一个正确的引导，好的文宣内容来启迪他的认知。在第一部里边，神辰宴上边，火尖枪和混天绫所组成的那个小人打的那几下，其实就是在向老版的哪吒电影致敬。而第二部里边，敖丙附身的那个表情，又是一种向之前老前辈的致敬与传承吧。哪吒2的影片观后感就是这样的，强烈推荐大家去电影院亲自的看一看。那得嘞，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